的心灵里面。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在我们的里面，神在我们的里面呢？两处经文啊。一处呢就是约翰一书第3章第24节，那个下一半那里那个约翰是讲到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他说的这个神，就是我说的这个神圣之灵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是因为他神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然后第4章第13节，你可以把这个经文可以记起4章13节他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我们恐怕很少想到，我们也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恐怕很少想到我们是住在神里面。因为他是神圣之灵，所以我们可以在他里面，他也可以在我们里面。这个，如果我们一直在物质的观念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很难想象说，怎么我们在神里面呢？神在天上，我们怎么在神里面呢？他因为是神圣之灵，你要越过这个物质的观念。那你才能够相信说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神的里面，就好像空气好像空气你要跟我说空气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空气里面，这个我们都能够接受，对不对但是他是灵神，他是神圣之灵，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那个例如这个灵我们说这个 spirit 这个灵在这个希腊文里面的这个字同样一个字有3个意思一个是灵，一个是风，一个是气。不管是空气也好，风也好，是灵也好，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一个字 pneuma 一个字这样。所以我们要从物质观念里面呢要走出来，然后要这是相信说他真的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我这些年就是我自从领受了那个圣灵，圣灵的洗我前面有提到就是那个基督活在我的里面这件事越来越真实。尤其在我晚年现在80几岁常常会觉得体力不足精神不足可是好多时候我自己觉得很奇妙，就是说那个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做到的，那个不是我这个年龄所能够做到的比如我们这一次从美国出来，我们下个礼拜3就回美国，我们有这2个月大概10天吧差不多70天的时间，可以说没有什么休息。我们那个特会里面的香港的、台湾特会之前，我们有一个副手退休会，然后特会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去日本，日本就大阪神户2个地方，然后就回来呢，我就用2个礼拜的时间就完成了我有一本没有完成的书就是这个书的名字叫《基督的心腹》那个腹的标题
就是说神所要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那因为最后1-2年我可以补下来，就是会真就比如说王姐啊、和过他这样联络，所以在这里有机会。周末呢，我们要去台南。那所以我从我的理性里面我就问说，这个不可能，我这个年龄，其实我是40-50岁吧，一半的话也会就比较累，是不是？可是我告诉你，真的很奇妙啊！我真的是，不是说身体一点没有疲惫啊，就是我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当然，我必须要注意我的睡眠，我一定要午睡啊。平常该休息就休息。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呢？我根本不相信，这个是从住在我里面那一位的主，是从他而来的。还有一节经文很宝贝，我要今天告诉你们。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应该是16节吧，我来看看，我送给你们。然后我们就有一点安静。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好像为的就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啊，不是出于我们。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们在座的啊，你们每一个人，除非你们没有信耶稣，耶稣没有在你们的里面。如果你信耶稣，让我告诉你，你里面有一个宝贝，你里面有一个宝贝，你们每一个人里面有一个宝贝。我说到这里，我必须要大声的说，每一个人里面有一个宝贝。这个瓦器是指着我们这个脆弱的人我们这个人就是太脆弱我们没有苦难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在病痛当中，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是多么软弱，多么无助、无能，这是个瓦器。但是，在你我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为什么里面有这个宝贝？或者说神为什么把他神之灵赐给我们？当然这个宝贝也可以指着耶稣基督来说，复活的主。为什么他把这个宝贝放在我们里面呢？他说，为的是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这个莫大的能力，无限的能力，这个无限的能力在你里面，也在我里面。除非你说耶稣没有在我里面，耶稣只要你是个信耶稣的人，只要是你领受了他，接受他进到你的心里面来。还有我前天我有讲到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前天我就是聚会结束的时候，我有请大家一起站起来这样的领受圣灵。那不是一次的，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耶稣他讲到圣灵来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得着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见证？这个见证不是我们去宣教告诉人家，这个见证就是这个莫大的能力，就是这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从我们的身上这样显明出来，我们就是要做这个见证。光口头的见证不够的，什么文字什么这样宣讲不够，乃是里面有这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耶稣，就是当初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他里面那个父神的灵，父神就是他的宝贝。如今在你我就是宝贝。那为什么今天经历这个莫大的能力的人不多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太忙我们忽略了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宝贝，好像这个宝贝这个埋藏在这个瓦器里面这个瓦器一直觉得很脆弱、很软弱，好像一直有问题，一直不能满足、不能快乐就是这个宝贝在里面，他没有发现，被他忽略了。我真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感谢神。我也是可以说，差不多信主将近70年可以说头10多年了，也是这样，糊涂热心，就是参与教会各种样的活动服事。到后来我自己也讲到我们那时候所在的教会我告诉你就是它有这个优点，就是很注重读经，注重查经，怎么解经，也很注重祷告，也很注重传福音的，就是还有服事，还有一个很注重的就是1/10奉献，每一个人都要1/10奉献。所以我们那个所在的教会算是不错的但是很少提到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就是这个神圣之灵，很多的道理，很多的知识而且忽略了这一位永生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服侍，但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实在是靠着这一位，好像那个撒迦利亚书第6章那里所说的不是依靠势力、才能、人的力量人的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你靠他，你没有一样不能做的。还有我在没有全职服侍之前我有30多年我在媒体工作，在新闻界工作。最早是在台湾开始的我在台湾这个40-50年前在中央社什么中国广播公司英文中国邮报还有最后就中国时报把我派到美国去这个30多年。我记得特别我去了美国以后有好多的问题，经济上的困难。那个时候这是1969年那个时候台湾如果有一个报纸能够派一个记者能够出国长期住在那里，那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所以待遇非常的微薄。我去美国的时候一家8口6个孩子，那个钱根本不够用，经济上受了很多的试炼但是就是这样很奇妙。一方面他训练我们的信心一方面慢慢他一步一步的这样显明确实是
是无边有的，一个不可能的情况，他能够这样来供应我们。这些我想细节我就不说我在工作上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不就是靠主这个在这个社会不仅是中国，在美国就是，你就是要靠关系要有关系。我到美国谁都不认识，什么关系都没有我唯一的关系就是天上的关系。我最注重的就是我跟神的关系，所以我只好信靠他，我就祷告。要见的人，那些比较有地位的人，不太容易见到的，那我祷告，神就帮助我。我要写个文章，有时候没有灵感，写不出来，我就祷告，他在我的里面，他就是我的聪明智慧，那他就帮助我。就是因着我刚才说神他何等愿意介入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的工作的那个层面因为由于他的介入的话，所以呢他祝福我，所以我的工作呢做得好，我的表现，我的成绩是特别的祝福。所以我在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常常换，不到2年换一个，不到2年换一个。为什么？因为有更好的待遇更好的，然后我就换一个一个换这样。就是他就是那么又真又活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他是看不见的事。约翰福音第1章第18节那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他显明出来。但是在历史上也不过很短的时间，耶稣这个人的出现在历史上不过就是33年多。但是他死了，他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有一次向500人显现，就是今天他在生命当中让我经历，他实在是复活的主，他要活在我的里面。因为我领受了这个圣灵所以连圣经的话都被他活了。我现在的读圣经的话，对我来说都是活的，都是生命不仅是一些知识和道理。他在哪里？我们怎么样重新得力呢？怎么样呢？就是回到里面，在那个我写的那个安静等候神这本书，如果你们用来做参考，会有一点帮助。但是我再说，这个等候神不是一个方法，不是你做这一件事乃是一条路，让你来能够遇见这位神，让你来能够知道说，渐渐的你知道，上帝就在你的心里面，他离你不远。那个时候，你再也不会觉得上帝那么远，离开你那么远，他跟你好近正如我星期二所说过的，在罗马书第10章第8节说，这个道这个活道永生之道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我们最容易就常常把眼睛一闭我是怎么眼睛一闭我就说主啊，我有时候就是哈利路亚，他就在这里，就在我们的心里。你觉得他跟我们好近，好近，再也不要想说上帝离开你很远，他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而且雅各书第4章第8节那里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那么我们怎么样亲近神呢？回到里面，眼睛一闭，那个心只要那个心一转向神，他就在那。有的时候好像我们的心呐、好像是背朝着神，所以常常需要把那个心呐、转向神。原来你是背朝着他，你现在来面对别人，面对别人吵架。我们可以，神也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大卫在诗篇27篇那里说神对他说：“你要寻求我的面。”大卫马上就回答说：“神啊，你的面我正在寻求。”因为他一直在寻求他的面。什么叫寻求神的面呢？第一是来到他的面前，第二呢，要遇见他。第三要认识他。一个人如果你对他的面你都没有见过面，即使你见过这个时候，你还是不够认识。神要我们寻求他的面，要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知道他就在我们的里面，他离我们不远。有一个老牧师说：“上帝上帝跟你的近远远比你所知道的还要近，因为他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那我们很少去到我们的心灵的深处，但是他就在。好，我们下面我们现在就来唱这个短歌。唱那个短歌，只要相信，只要相信。第一节就是只要相信，只要相信，主就在你心里。这是第一节只要相信。我们先唱第一节。主，我相信你就在我心里。这个是对主的一个回应。来，主，我相信，主，我相
一起来试试看。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就在我心里。主，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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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对主说“主，我相信”，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主就会把信心加给你。你不是等到你感觉到你可以相信，你才说不。你即使是信不来啊，你还是对主说“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然后那个活的信心啊，因为活的信心是主所赐的，要记住。那个这个信心是一方面人愿意相信啊，但是主要的还是神他赐给我们的信心。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呢，有一个是信实，那个也应该是可以翻作信心啊，信实、良善啊、仁爱、喜乐、平安，这都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当你这样唱的，你就是信不来，你说主，我要相信，主，我要相信。哦，那个我学这个信心的功课哈，最厉害的意思就是我的师母啊，她病的真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那个医生根本就放弃，因为他已经昏迷不醒了，7天不得醒过来这样子。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就是要我说，你信不来也要信，就要我学这个功课。他说，不要凭眼见，要凭信心，要凭信心。这样，后来主让他醒过来，啊，那让他一直活到现在，87岁。他在2-3岁休息啊，没有出来，所以那个信心的功课啊，就是在信不来的时候要相信，在最艰难的时候，在